根据美国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统计自2006年墨西哥政府向毒枭宣战至今，墨西哥已经发生了36万多起的凶杀案。像是在2014年的时候，有43名抗议毒枭的学生在巴士上面被集体绑架，最后只有找到3具尸体，其他人至今还是下落不明。究竟为什么墨西哥会常年受到毒枭的困扰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墨西哥毒枭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自从2006年墨西哥政府开始了毒品战争之后，虽然抓到了一些大毒枭，但是毒品问题从没有被解决，甚至也让毒枭的行为跟手段更凶残、更激进。有不少勇于弃毒的市长、深入报道的记者都被毒枭杀死，迫使公众。也不少民众呢，甚至认为开打毒品战争根本是错误的行动。而在2019年，墨西哥政府为了减少冲突、保障人民的安全，宣布结束针对毒枭的毒品战争。不过，虽然毒品战争结束了，但墨西哥的凶杀案数量至今还是持续的升高，毒枭的问题依旧存在。这就让我们很好奇为什么墨西哥的毒枭会那么的强大？到底是哪些因素让墨西哥演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呢？今天我们会试着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墨西哥毒品产业的演变跟成因。那么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行销人员吗？是否曾经想过怎么让自己的品牌在茫茫的广告媒体当中吸引到大众的目光呢？或者有新的产品服务需要把抽象而且复杂的资讯有脉络的解释给消费者呢？或许你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简鱼设计长期为企业制作形象动画，用创意有温度的故事传递核心价值，而且50% 以上的观众会因为动画而提升对于品牌的好感度。另外也有专业的解释型动画，透过视觉的转化，一步步让受众了解产品的功能或服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从前期计划到影片制作，帮你规划好一条龙的流程。此外呢，如果你还有像是其他的 logo 动画频道片头，只要是跟动画设计相关的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价钱都好谈。墨西哥本来就有使用迷幻物质的传统，不过那是当地的原住民在萨满仪式时体验神奇力量的辅助物品，并不是当作商品在买卖。而墨西哥的毒品产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当时华人移民带着罂粟从美国移民到了墨西哥，发现墨西哥气候超适合罂粟生长，因此当年的移民呢在此种植跟制作鸦片，再穿过边境运送到美国销售。而后来因为创业成本低收益又大，渐渐的墨西哥帮派也开始对这门生意产生兴趣，也加入制作跟贩卖鸦片的行列。不过这个阶段墨西哥的毒品产业规模其实很小，一直要到1930年代，墨西哥的毒品产业才正式开始崛起。1933年，美国将大麻列为禁用的精神药物之一，而1937年，美国更进一步的施加超级高的税率，使得大麻的生产跟销售活动因此转入地下，大量的大麻田便转移到了墨西哥，最后再走私回到美国。不过有趣的是，虽然大麻在墨西哥也是非法的，但墨西哥政府其实并没有很认真的在管制毒品。1930年代末期到1940年代初期是二战打得正如火如荼的时刻，美国的毒品用量不断的攀升，连带使得墨西哥种植大麻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在庞大的利益驱使之下，各地的帮派纷纷加入毒品产业，但却常常因为利益纠纷而产生冲突。墨西哥政府便透过地方的军警介入地方的帮派事务，居中协调，并向他们收取保护费。墨西哥政府渐渐的发现这样子的操作手法其实有很大的盈利空间，甚至到二战之后呢，墨西哥的中央政府直接把毒品贩卖列为国家的收入的一环，同时部分的政府高层也开始将利润放进自己的口袋。这个现象让毒贩将他们与政府的人际网络从二战期间限缩于地方，逐渐扩张到全国的程度。后来到了1960年代，伴随着反战思潮与嬉皮文化，非法药物在美国成为抵制威权、反抗政府的象征。美国的毒品市场整个一片兴隆。不过，美国在这个时期也加大力道取缔毒品。土耳其原本是海洛因跟鸦片的主要产地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土耳其政府也开始大力的查缉毒品产业，使得从欧洲漂洋过海的供应链逐渐断掉了。而这个时候，墨西哥的毒贩受到了商机，补位吃下了隔壁邻居的毒品供应链缺口，仗着优良的这个气候与漫长的陆地边境越赚越多钱。
美国政府当然也知道有很多的毒品都来自于墨西哥，于是，在1969年，美国开始对于墨西哥的毒品发动战争。他们先是进行严格的边境管控，接着要求呢，墨西哥政府必须要喷洒除草剂来对付大麻跟鸦片。不过，当时正值越战期间呢，墨西哥政府看到除草剂在越南的可怕结果，因此大力拒绝，改成让墨西哥军队在美国政府的监督之下，四处呢上山用原始的刀劈砍农田。不过，1977年呢，墨西哥政府改变主意哦，由于和毒贩有关的暴力事件激增，他们决定授权美国喷洒除草剂，而这的确有所成效。根据毒枭之国的资料呢，2年后流入美国的鸦片类药物海洛因就少了一半。只是美墨政府都没有想到的是，这行动只是除去了实力比较小的毒贩，而更大的毒贩呢，反而转型成了跨国集团。不只和哥伦比亚的这个帮派合作，还开发出了空运系统，避开这个边境的审查。大毒贩们还进一步的深化跟墨国政府官员台面下面的利益关系，使得他们能够逐渐的壮大。1970年代，墨西哥靠着生产石油，其实国家经济还不差，政府也毛起来举债建设，欠下了大量的外债。但是到了1980年代，全球的油价崩盘以及外债利率提高，墨西哥经济便急速的衰退，失业率也随之飙升，许多失业的人们便转而投入毒品产业，贩毒赚钱。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的严重。当美国粮食倾销至墨西哥，当地小农完全无法跟规模化的美国农民相比，种什么就亏什么。破产的农民被迫搬离自己原本的土地，转移到大都市的贫民窟寻找出路。而这个时候，毒枭也大举吸收这群失业农民，成为帮派分子，让毒枭的势力更是无人能挡。例如大毒枭矮子古兹曼的席纳罗亚集团，就是在80、90年代崛起的贩毒集团。事实上，墨西哥政府也不是完全的放弃治疗，他们在过去的20、30年里面，也曾经想方设法想要解决毒品的问题。甚至2006年，墨西哥政府还正式向毒枭宣战。但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呢？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或许跟2个因素有关。美国虽然积极的介入墨西哥打击毒枭，但毒枭早就已经彻底的渗透墨西哥政府。对毒枭的打击往往是政府高层喊出来，但负责执行的军警敷衍了事。甚至还有扫毒的特种部队指挥官，明明是被派去击溃贩毒集团，却又收贿让这个走私顺利，甚至最后还带队投靠黑帮。再加上墨西哥的军人薪资偏低，大量的职业军人在毒贩的诱惑之下，带着专业的军事技术转职，所得估计可以增加5到8倍之多。而腐败的司法系统呢，使得罪犯被调查，甚至定罪的比例偏低。2012年，墨西哥人权委员会呢，甚至得出犯罪数量近乎为0的结论，无论谋杀或是贩毒都能够逍遥法外，民众更不会想要通报犯罪的事件。而即便墨西哥政府曾经努力的想要透过提高军警的工资、改善司法系统来解决问题，但都徒劳无功。而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很多人则认为跟美国枪支管制松散有关。墨西哥虽然可以合法拥有枪支但是枪支的管制严格，因此不太容易透过合法的管道取得。墨西哥强大的军事装备部分是直接从腐败的军警手中得到，部分呢则透过美国的代购从枪店采买之后直接走私到墨西哥。根据墨西哥政府估计每年从美国走私到墨西哥的枪支高达88万支。这些军火呢大量充满了毒枭的军火库，大大的打乱了墨西哥政府与毒枭战争的战力平衡。举例来说，毒枭圣殿骑士团拥有不少的 M82狙击步枪，这款美国公司研发的狙击步枪呢，不只可以轻易的打穿防弹衣、射爆汽车的防弹装甲，毒枭呢还曾经用 M82击落墨西哥军队的直升机，这让墨西哥警察基本上无用武之地只有军队才稍微有机会能够跟毒枭对抗。不胜其扰的墨西哥政府呢，在2022年还跑去美国向法院提告美国7大枪支制造厂管理不当，并没有如要求的只能够卖给能持枪的人，导致枪支轻易的就流入了毒枭手中。法官最后驳回这项诉讼他们表示虽然很同情墨西哥人，但是制造商呢并没有义务管理买的人怎么使用武器。那既然状况这么复杂，有许多人呢想到，如果美墨的边境管制的超严格，甚至完全阻隔开来，问题会不会就解决了呢？川普在担任总统的期间就曾经说呢，要在美墨的边境盖墙，断绝来自墨西哥的偷渡客以及毒品贸易。不过这个方法的成效并不好，还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基本上毒枭还是有各种的办法可以把毒品运到美国，例如利用无人机飞过这个边界，又或者是在美墨边境的地底下面挖了一堆地道来运送毒品。而且美墨边境的长度高达3141公里想要全部都管得很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此外呢，当美国边境变严之后，能够方便通关的城
市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毒枭为了确保每个关卡的控制权呢，也会让墨西哥的边境城市更加的混乱，让谋杀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毒枭也趁着这个机会开启人口走私的生意，他们会贩卖偷渡套装行程，协助墨西哥劳工冒险偷渡，趁机大赚一笔。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试着想要整理出墨西哥毒枭崛起的因素跟脉络，但必须要老实的说，这个主题呢真的是很庞大，基本上要去回顾整个墨西哥近代历史，才有可能稍微的看出一些端倪。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意识到墨西哥毒枭的问题其实不只跟墨西哥本身有关系，也跟美国密不可分。一方面是美国是主要消费毒品的国家，另外一方面美国也用了很大的力气想要解决相关问题，但墨西哥政府内部的巨大分歧，使得他们的毒枭反制政策无法彻底的执行，也让墨西哥人民被迫长期生活在毒枭的阴影之下，到今天还没有什么改善的迹象。那今天因为片长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介绍的很详尽，欢迎大家下方留言区帮忙补充资讯。有兴趣的观众呢，也可以去看看参考资料提到的《毒枭之国》那本书，也有详细的介绍。好的，那影片最后呢，也想要问大家，你觉得墨西哥的毒枭问题有办法改善吗？有哦，只要墨西哥能够处理政府内部腐败问题就有机会。B 没有，毒枭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跨国企业，没有跨国合作基本上很难处理。C 没有，只要对毒品的需求还在，毒枭就不会消失。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墨西哥毒枭是怎么产生的。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也被毒枭掌控的血洛梨，以及毒枭既然打得赢正规军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立，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 PR 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子。有 Walkie Boys。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烂人嘛！他们